走吧，我们从红色银河入口进去。这被称之为异毒公子说完之后，他们便是向着那如血般沸腾的红色银河疾驰而去。银河在他们脚下翻滚，星辰在他们身边闪烁，宛如他们是这片星云的主宰，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一般。轰！就在万界中的所有强者神灵大能纷纷消失在神藏的入口之后，万界的虚空突然震动起来，仿佛是某种强大的力量在宣示它的到来。这股力量不是源自神之力量，不过其恐怖程度即不亚于神之力量。那股神秘可怕的气息波动，直接硬生生地撕裂了万界的宁静，虚空如同被无形的巨手扯开，虚空裂开了一道道深邃的口子，仿佛是创世之初的裂痕，裂痕上弥漫着幽紫色的气息，让人不由自主地心生恐惧和敬畏。旋即12道身影悄然地从空间裂缝中走出，他们凌空而立，身披长袍，目光坚定地凝视着万界之上的那道庞大的神藏漩涡，仿佛他们都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浩瀚之伟力。为首的4人正是神明三王和明月，他们身姿挺拔，气势如虹，脸上没有丝毫波动，但眼中却流转着对神藏的一丝渴望，这也就证明了神藏中也有着他们神明界所需之物。紧随其后的乃是萧炎的亲朋好友，分别是已经在通天司神的帮助下复活的彩灵轩儿、萧灵药老玄一圣龙以及无量神山之主。如今他们的修为也达到了天位神领域，这一切都多亏了神明界的资源。他们在天伦之河中不仅凝聚了自己的全新神体，更是让自身的灵魂蜕变成神魂，甚至让他们的修为境界也提升了很多。特别是圣龙和无上神山之主，圣龙从原本的5重天位神已经突破8重天位神，而无量神山之主更是从初阶半道神突破到高阶半道神，这也仅仅只花费了10年的时间。虽然有天伦之河这等万界中都没有的恐怖资源，如果不是自身的天赋加持，即便他们在天伦之河中修炼了10年也不会有所突破。他们神情凝重，衣袍随风飘动，他们的目光环视着神藏漩涡的那9个银河，神色间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震撼之色。三王老头，那就是神藏的入口吗？明月率先开口，他还是没有变化，除了自身的实力飞升快，他的声音还如当年一模一样，宛如也就10几岁的小萝莉模样。明月的声音在万界的虚空中回荡，他的那一双幽紫色的瞳孔如同利剑一般穿透虚空，直指那正在不同逆转的神藏漩涡。小丫头，你说的没错，那个就是神藏的入口了。没想到神藏下篇的入口居然是如此意想不到的入口，并且其中9个银河皆是连接进入神藏的入口。明酒王摸了摸自己的胡须，然后拿起腰间的酒葫芦喝了一口美酒。萧炎，你已经进入神藏了吗？彩铃和轩儿2女此刻的心情也是异常的激动。自从上一次万兽神界被永久性的毁灭之后，导致他们所有在万兽神界上的万物生灵全部受到影响，当场陨落。本以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与萧炎再一次的见面，如今他们复活，虽然在通天司神的帮助下复活了8位，还有诸多来自无尽火域的强者没有复活，但是他们相信日后一定会全员复活。娘，我们可以见到爹爹了。潇潇和萧凌如今也已经褪去当年的稚嫩，实力也是暴涨好几倍，毕竟他们可是炎帝萧炎的孩子，他们的体内流淌着炎帝的血脉，他们想要弱一点都不行。小炎子，不知道在神藏中遇见你时，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一旁的药老也是带着迫不及待之色，毕竟他知道他之所以今日能够站在诸神万界中，就是他这位好弟子的功劳。一想起自己的另一个被赐自己的弟子时，他们2个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或许什么样的人品就决定什么样的命运吧。玄一圣龙无量神山之主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他们对萧炎也是满怀期待。万界在神藏漩涡的笼罩下，空气都显得异常沉重，但是他们的目光则是点燃神藏漩涡的第一把火。三王老头，还有大家这一次都跟紧我，我必保护你们。明月那张俏皮的可爱脸颊倒是没有任何改变，依旧非常的调皮，甚至在彩铃轩儿他们的心中，这还是他们所知的神血封印者吗？而且在神明界的这些年中，明月与他们的关系都很好，看似模样很小，但是他的那一份对事物的好坏判断则是非常的精准。所以万物一切都不能单看表面去判断任何一件事情，如果有这样的想法，那将会是非常危险。神明三王等人相视一笑，然后看着那拥有小萝莉身体的明月道：好好好，你来保护我们。三王前辈，那么我们现在该从哪个入口进去？彩铃轩儿等人现在也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进入神藏中，想要和萧炎见面了。神荼王的脸上挂着一抹笑容，解释起来：其实无论从哪个银河入口进去都是一样的。一样。药老和玄一几人顿时一脸好奇和疑惑，他们对神藏的信息没有了解过，一直以为这神藏的入口对应不同的区域。没错，这神藏下篇虽然有着9个入口，起初进入的时候的确会被传送到神藏的不同区域，
但是随着他们的深入，都会重新在一个大地方汇聚，而那个大地方也是神藏最深处核心之地。而我们可以直接进入神藏后，前往那大地方，那里的机缘更多，更适合你们现在的修为。如果运气好，以你们的天赋，必能够触及更高的神境领域。这就是神藏的恐怖之处，即便是9大界还是神界域中，都不会有这样的机缘。神荼王一口气讲完了神藏的大致信息。闻言，众人也明白了神藏的信息，原来无论从哪个入口进去，最后都会在神藏的最深处汇聚，所以萧炎现在应该在神藏的某一处，而他们直接前往神藏的深处，等他过来即可。同时他们还能够在神藏深处寻找自己的机缘，简直就是一举两得之事。那么事不宜迟，我们也进去吧。圣龙和无量神山之主对于力量的渴望早已经按耐不住，虽然他们在天伦之河中获得了实力的大幅提升，可是无量神山之主的目标乃是大道主神之境，而圣龙也想要让自己超脱天位神，迈入半道神甚至主神的领域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能够为复仇提高一些几率。毕竟无量神界和万兽神界被永久性的毁灭，罪魁祸首便是神器联盟。当年就是神器联盟的9大副盟主和9大神祭司以及混天魔神还有神龙的背叛，剿灭了无量神界和万兽神界。这个仇他们一生都不会忘记，复仇更是要百倍千倍的偿还。我已经等不及了，3王老头，大家一起随我进去。明月蹦蹦跳跳起来，可以看出他也已经着急无比了。这一次带他来神藏，也是为了寻找9转冥粉花。他日后彻底破封神血之后，想要完美契合，就需要9转冥粉花这关键之物。不然没有9转冥粉花作为关键，就算是神血破封，那股神血力量也会不断的吞噬明月的意识，最后还会被神血意志取代。最后在明月和神明3王的带领之下，彩铃薰儿要老等8人直接紧跟其身后进入了其中一个银河入口中。很快他们的身影便是消失在那入口之中。这一次的神藏降临几乎将上界下界的强者神灵大能吸引，一场空前绝后的争夺之战就此展开。神藏之内，萧炎灵动沐尘刚刚穿过红色银河的通道后，便被一阵耀眼的光芒包围。当他们适应了这突如其来的光亮，缓缓睁开眼时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仿佛整个小宇宙都在他们面前瞬间绽放。四周是无垠的星空，星辰点点，如同夜幕上最璀璨的宝石。远处还有诸多神秘的星云缭绕，如绸带般在星海中飘舞，色彩斑斓，犹如画家的调色板，将最亮丽的色彩泼洒在了这广袤的小宇宙画布上，并且数不清的星球轮廓在不远处若隐若现，有的巨大如斗，有的则小巧玲珑。它们围绕着自己的特定轨道静静的旋转，彼此间又保持着一种神秘的距离。而他们就站立在这片小宇宙的虚无之中，脚下是深邃的黑暗，头顶是无尽的光辉。但这里黑暗并非死寂，反而充满了生命力，它似乎能吞噬一切，又似乎能诞生万物。萧炎3人不禁发出感叹，声音在空旷的小宇宙中回荡。这就是神藏的真面目吗？本以为会是一片超级大陆，原来是一个浩瀚的小宇宙。他们的声音中充满了震撼与敬畏，周围的空间似乎在回应他们，那些遥远的星光在闪烁。他们仿佛能感受到在这浩瀚小宇宙中的每一颗星球的脉动，每一处星云的呼吸。这里虽是虚无，却有着生命般的活力。在这浩瀚的小宇宙里，他们显得无比渺小，但同时也被一种前所未有的伟力所充盈。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，他们的思绪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神秘而壮丽的景象中，不愿离去。神藏的这一面不仅仅是一副视觉的盛宴，更是心灵的触动，它将永远烙印在萧炎灵动沐尘的记忆深处。这神藏中弥漫着好庞大的浩瀚伟力，难怪会引出神界域那些神灵大能的出现。灵动低沉一声，这里的空间浩瀚之大难以想象，不知道其中的浩瀚伟力是从哪里爆发出来的，能够在这浩瀚小宇宙的每一个角落虚无中弥漫。不管如何浩瀚，我们必须要找到自己所需之物和机缘。沐尘扫视着不远处的那些数不清的星球上，心中对于造化天神体的渴望也越来越强大明显。萧炎也是深吸了一口气，对于神藏的震撼以及超出了自己的想象之中，在如此浩瀚的小宇宙中，究竟是如何做到一股无形的伟力维持这里的运行？